大家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下面开始讲和的一种特殊情况，叫做直和。前面讲过一个叫做直什么叫 tensor product。tensor product， 我们来看看这个direct sum direct sum， 它有它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存在。那待会我们就认真来看。好，然后我们来看这个 direct sum 那很明显的，这个 direct sum 其实就是我要在这里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在向量空间里头的我们用那个 tensor product 是把空间一直把它扩到很大。那扩到很大，如果很大的能够把用 tensor product 把它缩小回来，那个叫做 separable 的问题。可是我在同一个空间，我要把空间把它构成更小、更小、更小。那前面那个和的话是比较松散，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直和让整个空间结构更为严谨。这样所以我现在都全部在讲空间结构因为现在整个玩量子已经必须对空间结构更了解。一样，两个子空间，有没有看出来？它被表成直和，表成直和没有？那平常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就直接写成讲义就是说 V 等于怎么样呢？等于这个 U 这个直和 W。那因为文字多一点，让你们比较容易看得懂。就是说，对于所有的 V 属于 V， 有没有看出来？要唯一存在，这是唯一存在一个 U 属于 U， 那一个 W 属于 W。好，那使得 V 可以表成 U 加上 W， 这是唯一的表现方式。那上课的时候就会用这样很简单的做笔记给同学看。那我现在就做了一个笔记给你们看，有没有？但是这个文字部分呢，就是还是咬文嚼字让各位看。那很多同学对这唯一存在这个符号不懂，这是存在，那这唯一存在，这个都是标准的数学写法所以你们要开始要练习这个符号的写法。好了，那所以这里就特别讲说，我动一个叫 developing concept 就是说这个我们在推演的过程里头推演的过程里面就是说我们直和就很像前面的 tensor product 一样那什么意思？比如说直和的话是我们在原来的空间就是我原来的空间，这是我原来的空间 V 有没有 ？V 有没有？那很可能我把它勾成什么样？勾成一个 UW 的两个更小的空间这样好，那后者的话，你看后者这个很明显就是说我把一个 V1 经过什么 tensor product 这个变成一个更大的一个 V3 V3 有没有？那 V3 又跟某一个 V4 有看到它又做 tensor product， 天哪，就变成更大的一个空间可能变成一个 V5 这样所以空间结构的那个观念同学一定要慢慢有要不然以后做那个量子计算甚至有一天真的是飞行器做完的量子空间的飞行器做完以后，你上去以后，你到另外空间的去的时候，你发现就整个都变了那边有2个太阳5个月亮有没有整个空间结构你就错乱了但是这个我猜有一天会可能因为现在正在做这个量子电脑里面的这些数学模型跟理论呢不外乎这个空间结构里面的一个呈现把它呈现出来这样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言归正传，比如说我尽量去检核一个 V 到底可不可以表成这个一个 U 跟 W 的直和？我检查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跟第二件事情，就检查说它是不是它的和。第二个检查这2个空间的交集只有什么？只有一个向量0点，有没有？这个很像我们在玩负空间里面那个我们叫做 branch point， 就是很多分支。那分支跟分支要沟通，有一个叫做 branch point， 有个交点，有没有？有点像这样子，但是不同的这一个空间的话，它们2个完全没有交集，只有在那个原点交集，但是可以透过那个点怎么样进行沟通？很像这个负空间。那负空间各位都知道说，负空间就是被量子空间引用的非常严密的一个理论。好了，那这2个空间，那第一个空间就代表怎么样？它的线性组合嘛。还在有没有看出来？那这个是 unique 的一个表现方式，有没有？很重要，很重要。那我们来看 only if part， 就是由这个事实来推。那我们的定义没问题，按照我们的定义有没有？这个区别为什么呢？我们的定义是唯一存在一个 U 属于 U，W 属于 W， 使得 V 等于 U 加 W， 所以这个是一定对的这个一定对，没问题
那第二件事情，我要证明怎样？证明说这个式子是，假设说我有一个向量属于u 交集 w， 我要证明这个向量等于零向量，就要证明这个第二个条件有没有？不难，好，就是说 v 属于 u 交集 w， 表示 v 又属于 u，v 又属于 w， 所以 v 可以写成 v 加零，因为任何的向量加零就等于自己本身，又等于怎么样？也可以写什么零加上 v， 那这个时候你发现呢？换一个颜色哈，比较容易看得懂。意思说，这个是从哪边来的？这从 u 来的，是从哪边来？这从 w 来的。那这从哪边来？这从 u 来的，这从哪？这从 w 来的。有没有看到？哦，那这个各位看到怎么样？这个是 u 加 w 的表现方式，这是 u 加 w 的表现方式。可是前面的最原始定义是它没有第二种表现方式，所以呢，这个只有告诉我说。唯一的表现方式，所以因此呢，你可以看到要得到这个结果，就是说这个是在 u 加 w 的空间里面，这个在 u 加 w 的空间里面，但是前面讲过说直合的数学定义，注意哦，我们现在是承认它直合的条件哦，有没有看到？所以呢，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v 会等于零不可，因为 v 如果不等于零的话，会有很严重的问题存在，有没有？这等于说 v 又属于 u，v 又属于 w， 那表示它有不同的表现方式，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因此这个答案就得到了。那这一段是绝招，这段是绝招。你们再去 thinking about，thinking about。那因为这个地方考试的时候就是你要知道怎么应变这样。那反推回来证明什么呢？要证明说，好，一样，我给一个这个式子，我要证明它的那个表示式是唯一的，有没有？那反推回去的话，假设我现在有两个表示式，这个表示式跟这个表示式两个，那两个要证明同一个表示式就是说，假设有这样的一个表示式，所以我就把它左右边组合一下，我们看出来，那这个技巧在证明这边非常常用，左边属于 u， 右边属于 w， 又属于 u 又属于 w， 所以最后属于哪里 ？u 交 w。那我们现在就推回去啊。u 交集 w 现在只有剩零向量而已呀，所以因此呢，这个怎么样？要等于零，这个呢也要等于零，所以因此呢，你可以看到最后结果呢没问题 ，u1 要等于 u2， 好，这个等于它，也就是说呢，它的表示式是唯一的所以不可能存在两组，好，所以这个最后这一组是同一组，有没有？是同一组，不可能有两组这样所以 unique， 就变成 unique representation 所以我们。有些英文的单字还是要不断的讲。好，那 unique 的 representation 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哇，好厉害，好厉害！好，那我们就来搞一个小例子比如说我今天用 C4，你看我这边全部都开始用量子空间用这个4个来组合，这4来组合。那你发现呢？我要证明它是 direct sum of u 跟什么？跟 w。好，我怎么证明？很简单就是说，把它展开了，我现在不敢用 C8 太大了，没有？所以你看，就等于0就等于这个1等于这个，有没有看到？这个没问题那2的话怎么样？等于这一个，3等于这一个，有没有看到？这个不要忘了哦，我在前面都有复习过了那 checking 随便一个 v 属于 u 交 w 就这样子，那没有问题，它可以表现成这个的线性组合，也可以表现成这个的线性组合，所以没问题，这个 OK 这个 OK， 我们看出来，所以这个 linear combination， 这个是 OK 的好，再检查它们的交集是不是等于零向量。好，假设说今天有个 v， 它又属于 u 又属于 w 所以那它先看它属于这个 v 好了。那 v 的话，可是你会发现我故意制造的只有这两个有那这个两个，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会得零会得到零，看到你把那个式子写出来就可以这样得到零。那再来看这个式子一样，它如果属于怎么样？属于这个 w 的话，那前面这两个非等于零不可嘛？有没有非等于零不可？那你可以简练一遍因为 x 0加怎么样？这一个 y 1有没有看到？好，再加上这个 z 这个2，再加上 w。这个3有没有？那因为它现在是属于哪里？是属于 w 嘛？属于 w 所以这个式子一定是不见的，这个是不见的，这个是不见的。那让它不见 v 的话，就是这个等于0嘛？
好，这个等于0，我们看到这个等于0，嘿，等于0这样，嘿，所以答案没有问题哈。所以检查出来的结果是 x y z w 呢都等于0，所以因此得到这个结果出来的，所以我们就证出这个结果出来。所以整个就是在运用这个很严密的这个数学的完整性，这样哈。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广义型，有一天我们做研究很可能也会用到这么广义型，嘿。好，我现在有 k 个子空间，它把它表成怎么样？好，把它这个式子我写这边好了 ，v 等于怎么样 ？v1 直和 v2 再直和点点点，有没有？再直和把它写成 k 个，写成 k 个，我们看出来，那它的这一个也是一样，就是说对所有 v 属于 v 的话，唯一存在一个从 i 子空间里面来，让它表成这样的一个线性组合。线性组合我们看出来，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嘿，那细节的话就是说，各位可以看一下哈。那以后在做研究，我想这个也是个重要。那这个定理我就在这边我就不再证明哈，就是说好了，一样，我现在要表成 k 个子空间的直和。一样，就是说这个可以由这个 k 个子空间的和所兜出来。那第二个呢？这个地方厉害咯，就是说变成它这跟怎么样？它前面的 i 减1跟后面的这个 i 加1到 k 的话，这个也是个和空间，有没有？它跟它的什么这交集要等于0向量，哇，这个很复杂。那怎么证明？我这边就pass 过去了哈 ，pass 过去。那在我做研究的直觉，我认为有一天还是会用到这个更复杂的这个式子。我把一个空间结构成某一个空间出来这样子，嘿。那因为有2大好处，就是说，一大好处我把大空间结构小了以后，那小空间它的那个什么，它的那个维度会变小。那第二个维度变小的话，它计算起来很可能比较简单，嘿，比较简单这样，嘿，有太多好处了哈。好。所以在这一节的话，就可以看到，我在认真的把空间的结构把它整理出来。好，那 tensor product 把它扩大。那这个 direct sum 是同个空间拆成很多小空间出来。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空间的结构，空间的结构这样。那这个空间结构的各种变化，当然有更好的理论哈。那这边只是入门而已哈。那同学们呢，把这一符号给搞清楚就可以了哈。好，那这一节就先到这边。